好，录了。然后阳光天空系统 HDRI 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的，因为我们可能就常常用打光那些有的没，就是场景啊那些。那你稍微熟悉一下，你不要遇到英文就开始反胃了哦。就是，但是我们大家英文还是要好一点。那好，没关系，就其实我们只需要用到那几个功能，你就大概听我讲这样就好。那我就有的标起来。然后呢，其实就了解里面怎么样操作，怎么样使用。它其实就是它系统是蛮好的，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已经做好的系统，然后你就学会使用这个 Direction Light 跟 Sky 这个东西，然后还有 HDRI 这个他们也弄好了啦，就是有一个 Blueprint，我们等一下给你们看哦。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讲解这些系统，然后讲解这个怎么样汇入，怎么样设定，然后你尝试2个场景，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深入练习哦，就是希望可以留1个小时。我们是到几点？是1点多到4点嘛，所以我们3点就开始要戒备一下。好，所以上堂课就是讲那个材质嘛，跟 PPR 对不对？然后这堂课就是讲光影，哦，跟发光材质。这个就是我们场景，就是我们世界，我们地球环境是不是有太阳光？就是你只要一出去，今天就有太阳光嘛。那那今天太阳光是属于图上的哪一种？这个吗？其实是这个，因为你看它阴影的那个范围啦，它其实有点天光啦，对。但是如果是今天的话，可能是这个，就是沙漠的这个就很热嘛，中午的时候。它这个是算夕阳，然后这是可能是日出或者是黄昏的时候，对，凌晨对。这是一个电影，好像叫什么《七宗罪》吧，然后这是那个铁达尼号嘛，都有看过吗？还是说电影离你们很远呢？应该都有啊。它这个应该是凡尔赛宫，然后这个是那个沙漠吧，还是埃及啊？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太阳光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世界是不同的效果，就不同时间会不同效果啦。简单讲就这样。好，然后在 Unreal 类型的话，就是你看那个图示就是那个太阳光嘛，太阳光图示就是它有发光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太阳光，就是太阳光把它杀掉，就会有个雾气叫 overcast。那如果是月光的话，就是它是木的一个显示，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参考这个参考图，然后制作不同的时间的场景，那氛围会不一样。那你看它这个有雾气啊，雾气我们等一下 Unreal 里面会有雾气的一些设置，然后在室内来说，它会有反射光，就是你光照进来之后反弹到墙上，然后再反弹到物体。那它是一个叫做 bonus，就是反射光的一个存在，而且它的色彩也会反射到白色墙上面。好，这个是你在 Unreal 它就有光追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是微发光，像阿凡达这种场景，就是你会有自发光、微发光。然后右边的刷人造点光源，人造光源或是火把。然后光源类型的话，在 Unreal 的它是变成说点光源跟聚光灯跟方形灯这样子。那方形灯也可以用在这种长形灯上面，然后聚光灯是比较像是营造比较诡异的场景，然后点光源就是专门是照亮，就是你可以用它照亮，就是传统它是用点光源照亮这个环境的，就是有点像自然反弹光哦。好，那这个就是 IES 灯，就是有一个光域网的形状。然后这个你们猜一下 A、B 哪个阴影是谁是比较暗？对，都一样。其实它是有点错视，就是脑筋急转弯这样子，所以它其实是颜色是一样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个比较亮。对，为什么？但其实它是有阴影的，所以它是一样亮。所以你们大概看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我们带到游戏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有点错视了，就是你会觉得你在暗的空间里面，如果打一个光，你其实会觉得它很暗，但其实它是跟外面一样亮。好，所以大概给大家一个这个
这个印象哦，就是比如说外面昂略外面的太阳光是打很亮，数值可能是5万、50万这样子，按你人工光打那么亮，那没错，但是它其实跟室内比如说3到5的那个数值其实是一样亮的，所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但是就是 Unreal 其实可以用那个后置的一个框，所以可以把它们去调成是一样的哦。好，那这个是那个《银翼杀手》嘛，《银翼杀手》的电影，应该有人看过吧？没有看过，那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有。那可以看到说，你看这4个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场景，好不好？就是但是这个有一个入口，然后这边是一个楼梯的一个阴影嘛，对不对？然后跟人的阴影，那他在讲什么故事？感觉是一个鬼故事嘛，对不对？鬼故事，那它的阴影，它简单的空间，但是用阴影来去讲这个故事，就是它会有蓝色的光影，然后跟人的阴影下去，所以它会有不同的叙事方式啊，它同时可以用光影来讲。那右边这个银翼杀手，那就是从上面光影投射下来，同时有交散的阴影嘛，对不对？那你在画面当中来说，它是感觉是有点悬疑，感觉前面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这也是可能有个角色在抽烟嘛，对不对？但是很多横向的那个格栅的阴影嘛，那感觉他好像有点事情想要讲，但是好像现在的气氛没办法讲，这样之类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画面来讲的这个故事。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长形空间，然后从这边投射那个夕阳下来，然后走在这边好像感觉走的阶梯这样的感觉这样子。所以这边要强调的就是光影其实能够帮助你去把画面讲的更多事情。好，这边一样就是那个铁达尼嘛，一样就是夕阳的，就是你太阳在这么低的地方，它是让你的大气变得黄色跟蓝色这样子交错哦。所以夕阳的话，你看这个图片也在讲什么故事，就是讲说要回家，可能是跟小孩回家什么的之类的故事。然后这个可能是刚要结束一段旅程什么的，然后这个是可能产生一段新的恋情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对这个光影或者是你的那个气氛来去做叙事，然后雾呢，这边感觉是有前景，然后有一个人物嘛，对不对？然后后景是整个模糊，所以就是单独强调这个前景跟这个人物。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强调这个上吊的人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是直接强调这整个那个科幻城市嘛，然后这个是强调，比如说像那个底特律那种城市的雾气，所以雾气也可以帮助画面产生一些悬疑感。然后在游戏当中的光线呢，怎么样使用呢？你看这边的话，就是它的出口是有一个光线引导，然后也有太阳光引导，那所以你会自然的，人的视线会自然的去看这个光线，然后去看到这个空间，所以你会自然而然的从这边走到这个空间里面。所以这是光线当中引导。然后这边也是，就是本来这边的空间可能是暖色系，然后下面空间是冷色系，然后区分不一样的空间。那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让玩家的视线引导到这个上面，就是你前进到这边之后，你再引导到这个上面，就是引导到这上面。然后这个也是啊，就是你玩家看到这个人之后，他会被这个光线引导到这边。所以视觉引导啦，不是有那个什么有视觉侦测器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画面，我们视觉会自然去看这个画面看这个画面，那你很容易就是区分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不同的，你看这边有一个场景嘛，然后这边有个场景，然后这边有个场景，但是这里的是黑色的，
你会自然想要到这边或者这边，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要逃离黑暗嘛，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也是啊，这个是那个最后生还者嘛，然后这个也是，你会透过这个东西去看后面这个景。我这边也是，外星人从这边过来，然后你没办法逃嘛，你这边也出不去，所以你就是跟另外一个世界的对战嘛。好，所以游戏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你虽然没有你的照明是要用在有意义的地方的，因为游戏通常就比较精简一点。好，然后这边强调的是前后景深哦，这个是前景嘛，中景、后景，所以你雾气可以帮忙去切割这个部分，切掉这个地方。这边也是，就是前景、中景、后景。这个感觉就比较有深度啦，就是你可以从那边下去之后绕这样子。这比较像游戏的设计啦哦。那等一下最后你们也可以设计一下，就是怎么样制造一些难题哦。然后这个是就别人说有点过场了，说故事的感觉。好，所以通常我们场景制作开始之前就会制造那个参考影像啊，就是我们可以搜寻一些黄昏、晚上的，然后室内的这样子，晚上夜间。那通常我们就是会收集这样子的东西啊。那你等一下可以参考一下夜间是长这样子。通常我们就是会用这种街灯，然后室内灯，然后外面是比较昏暗一点，或者是月光打下来，或者是一盏灯打下来，然后上面有一盏灯，这样去思考啦。那你同时你有那个场景参考的话，就通常比较东西不会跑掉啦，因为你想象当中跟你参考的照片是不一样的事情。好。然后，所以在 Unreal 里面就是大概是有这4种 ：Direction Light、Point Light， 然后 Spot Light 跟 Skylight。好，然后 Direction Light 就长这样，就是这个图示。然后它会让你可以调方向，然后去让你有打到物体上面。然后光照的话，就是你打到它其实算二次光啦，它是光照阴影的。阴影的部分，它可以影响这个光的颜色跟强弱。它图示长这样。然后点光源的话，就是这个光源去四散就是有点像电灯泡嘛，所以它电灯泡图示。然后聚光源就是这样啪打下来这样。然后区域光是这样子一个区域光的这样打下来，所以上面就没有了。好，这边要记得就是说，它有分静态光，然后动态光跟可调光。那这个模式不一样啦，但是旧版有差啦，4版是有差的。因为四版你要去烧光影啊，烧光影我们通常用这个，然后要注意贴图大小哈。然后你如果是5版，你其实都是用动态光就好了。那中间的话就是它是介于这2个中间，它是可以第一个它可以烧，然后第二个它也可以同时可以移动了哦，所以它有介于这2种中间。然后这边一样就是可以移动跟旋转跟放大缩小这样。那上次有人就是调这个大小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先锁定，然后它就会3个一起调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勾打勾。然后呢，这上次有介绍过了，就是你如果是要产生，就是这个是点状光跟聚光灯嘛。那你如果是要产生软阴影的话，那你必须要这个 radius 调大就好了。那这两个数值才需要使用，就是用在软阴影上面。那你预设的话就硬的阴影嘛，那软阴影
是用这两个数字去调，就是它会把这个圈圈调大，那你本来是很小嘛，对不对？本来是很小，那它小的话就产生它就是方的阴影。那如果调大的话，它就阴影它这个边缘会变得糊糊的哦，就是让你变得说是比较像一般的室内的灯哦。然后，但是你如果是黄昏光才需要这样子，或者是室内光，如果是一般的中午的时候的光就不需要这样哦。但是这个也会影响效能，效能会比较差一点哦。所以你如果是手机的话就不能用这个，它自动会帮你取消。好，然后天空系统你就记这个 Sky 和 Sky 球。那 Sky 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这个叫做天勾球系统，一个球的系统。那它在这个当中，它会显示就是上下的云层，然后跟日夜交替，就是它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那个球状的显示哦。然后这个是那个质量云哦，质量云新功能 UE5，然后跟动态跟静态光照哦。好，然后我们稍微哦，快，我们稍微讲一下。这样我先重弄一次。Starter， 好，你看这边啊，就是我们会有各种的灯光嘛，对不对？灯光系统。那你这边你可以拉到直接把它拉到场景里面，有没有？这个就是 direction，然后这个是点状光，然后这个是聚光灯，然后这个是方形灯，然后这个是 skylight。好，那你如果都没有的话，我再用个场景啊。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光的话，它是场景是整面是暗的嘛？对。然后它这个上面有一个箭头啊，你看有一个箭头，它可以借由这个 rotation 去调整，然后你也可以 Ctrl L 去调它的那个角度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 bug，我先试一下 Ctrl L， 然后 Ctrl 不要放，哦这样子啊，不行啊，你们可以自试试看，好像是那个导师机有问题啊，导师的那个，然后你一样就是加入那个 point light 就是一个点状光嘛，对不对？然后加入 spotlight，然后 skylight。好，skylight 的话就是，再一次我跟他讲一下，skylight 就是有点是阴影的部分啊，比如说我这边调颜色嘛，对不对？调大一点。
这样子。那它第一个它可以调整一下那个就是它的强度跟亮度哦。那你可以调整它的颜色啊，类似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它意思就是说那个阴影的这个颜色了哦，这个颜色。如果你是让它是白色的话，它就变白色；如果让它是黑色的话，它就变黑色这样子。所以就是很简单啦，就是你就这样区别就好了。然后 direction light 的话，就是它其实是模仿太阳光。那你可以这边可以调整它的大小，然后也可以调整它的颜色。然后你按这边有小箭头就可以把它调回来。然后我们刚才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它的柔化阴影是不是？然后调整一下。它这边的参数就是在这边啦。看一下，在这里，有没有？就是它会把阴影去做柔化，它本来是好像是0.5嘛，对不对？那你调成10的话，这个阴影就感觉就是比较柔嘛，对不对？好，然后你们都可以用 Move Label 或者 Station 都可以。那图示会稍微变一下，就是会变成是那种这种十字箭头。好，然后这边下面它还有一个就是色温呐，就是你直接可以调色温。好，然后下面就一些杂七杂八的，我们大概就介绍基本数值了。然后这个是那个 Spotlight 嘛，对不对？聚光灯，你可以调大调小，然后可以调颜色，然后这边可以调就是亮度的数值。然后这个是内外大小。然后我们刚才有个柔阴影嘛，柔阴影就是这个 radius 调大就可以了。那你如果不调大的话，就是它阴影会比较阴嘛，对不对？差别在这边。然后其他也是色温啊，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它的那个形状大小就这样子，很简单啊。然后这个是点光源嘛，对不对？通常我们就是场景内就是会用点光源照射啊，比较快，因为它其实就是有点像就是补充二次反弹光啦。然后这也是一样亮度，然后颜色，然后大小，这个就是大小就是影响效能的。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只影响它的话，它其实会效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也是 radius 大小也是会影响到柔阴。好，就这样，光源就介绍完了。然后，我看一下有什么。这个的话就是开这个档案啊，就是那个叫 Start Content 里面的 Maps 里面的。然后看一下，我先讲完这个好了，快下课。在这边啊，叫做这边有3个地图档案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开一下叫做这个我这边是 Lighting 嘛，对不对？然后它打开来是长这样，就是其实蛮简单，就是你看它是一个贴图嘛，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帮你都写好了，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blueprint。你看到它图示上面就后面有写那个蓝色可以点进去嘛，对不对？这就是 blueprint。然后呢，它这边就是帮你绑好各种参数啊，你可以进去看一下，有没有？它系统都有了，就是有 HDRI， 有太阳光，然后有大气，有 fog 什么都有了啊。然后呢，你可以调整第一个调它亮度，然后第二个可以用HDRI，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用网络上的或者内建的。内建只有这样。那你就是
用 Show Engine。这边的话，你如果 Show Engine 的话，它会多一个啦，就是大概目前是用这个嘛，对，那我们用上面这个。那你看它光影就不太一样了。啊，本来是这样子嘛。哦，你可以用这个。哦，或者是我在网络上再下载一下。这个你就一样，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网站嘛，就是一样的那个，比如说我们下载一个，看一下哪个比较激情。这个，然后这边可以设定你要 HDRI 或者是 ESR。好，这样就好了，你就把它丢到引擎里面。你可以用资料夹，或者是随便丢也可以，就这样丢。然后点两下打开，宕机了。哦，好，这样子。就是长这样。它其实你都规格是4K 嘛，哦。那如果不太清楚，你就可能要 download 8K 的，然后把它丢到这里面。好，那你会发现到它这个比较有对比啦，就是光影，就是你看它这个后面的阴影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它本来是这样子，本来是蓝蓝的嘛，对不对？好，那另外你可以去旋转它，然后跟这边好，这也可以勾选大气的哦，然后你也可以旋转它，然后可以调亮度，然后对比，但是它就不会影响到太阳光啦，所以你太阳光太阳光要从这边自己调整的。我看一下，这个是反射。就是你可以旋转它啦，就是也是可以旋转，但是就是太阳光会跑掉，所以我们把它取消之后呢，它就没有太阳光了，因为我们这是那个夕阳嘛，对不对？所以比较没有明显的太阳光。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的太阳光的对，它太阳光就没有，太阳光颜色改一改。好，下课休息一下。